針對這種中老年朋友啊，我剛才提到了這個疼、麻、這個暈、乏，這些信號啊，有什麼需要提醒他們的？对，有沒有什麼需要他們注意的這個問題對，然後您給我們解釋一下。這有4個特別的這種提醒啊。第一吧，就是剛才我提到了混合性，它證明就是疼痛更複雜。中老年的这個頸痛啊，常常跟這個常說的50肩，就是肩周炎，這個肩部的問題啊混在一起。50肩是吧？經常有人也叫50肩。對，这50歲了，我肩關節疼了，可能就肩周炎了，50肩了，形成了這種叫頸肩綜合症。自己他也很難分清是脖子疼還是肩膀疼。第二就是麻木，比較廣泛，就是比較範圍比較大，而且時間還比較長。因為呢，神經受壓後啊，神經受壓它是個慢性的過程，不只是时间长了，不只是这個手指，有可能到這個前臂。好多人有的晚上睡不着覺，叫夜間靜息痛，我們叫。如果出現這種夜間這個肩膀不知道放到哪個地方是合適的位置，這也需要特別的注意。然後第3個就是頭暈啊，更需要有鑑別啊。本身中老年朋友基礎病也比較多，不是我就有一個頸椎病或者都有一個老化，他面臨着好多什麼內科的一些疾病，血壓高了，血管硬化了，什麼腦血栓了，好多問題。頸椎問題引起的這種頭暈啊，容易和這些病。一個常見的就是腦血管供血不足，椎動脈，比方說我的血管長了斑塊了，它供不上去了，血供不行了，常常混淆，這個風險就比較大了。第4個就是鑑別一下這個發育不穩。其實這2個剛才我提到了，脊髓性頸椎病最危險，這個跟這個有關係，是最危險的。中老年也是這個脊髓性頸椎病的一個最高發那個就是人群，一旦出現就走路不穩，提到了那個腳踩棉花桿，進展可能比較快，後果很嚴重，甚至會截癱的，所以說一定要最先處理。現在我鄭重的再提醒一次那我這兒有一個我特別想問您的問題哈，比如說您剛提到說走路不穩，我們這樣的一個症狀是否跟咱們的天氣有關係？比如說我們夏天的時候可能這個比較溫暖，我們人體的血液循環會更好一些。那麼冬天由於室外的這個寒冷，是不是我們就容易拴住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經常說的這個季節，有些疾病跟季節也有關係。這種腦血管病變或者這個老年的病變，冬季發病率比較高，就是跟這種高危的一個跟這種低體溫，還有就是冷熱交替，比較差距比較大。尤其是這個我從一個暖氣房出到一個室外，冷熱一刺激，血管一收縮或者一舒張，形成這個大的差距，就會引發這些問題。頸椎病也是這樣，同樣的類似的情況。低體溫對這個頸椎病也不太友好，所以說老年人一定要在冬天要注意保暖，防止這個冷熱差距太大。就是出門了，不要一下就出去，就做好這種保暖措施，不要從熱的地方突然進入一個冷的環境，這也是冬天容易出現這種疾病的一個高發的因素吧。那劉醫生，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啊？其實您剛才跟我們分析這個事兒呢，讓我聯想到了2點。第一個，就您提到的這個病症，它其實是有這樣一個季節性的，比如說冬天它的發病率肯定是要比夏天要更高一些。第二的話，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地域性？比如說，我們北方，咱們家裡頭都是采暖的，室內都有空調，或者說制熱的這樣的一個工具。那出去之後呢，它這個溫差會非常大。那可能南方室內就是沒有暖氣的，出去之後
它的這個溫差沒有那麼大，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說，其實這一病症我們北方的會比南方相對的發病率要高一些？对，這就是怎麼說呢？冬病夏治。有的就說像一些東北的去三亞度假一樣。其實這個地域的差距也會影響這個疾病發生的種類。所以說現在這個全世界不是交通也比較方便了。其實建議還是老年人冬天可以挑一些溫度適宜的一些地方去過渡一下，這樣相當於对我們的身体也是有一個養護的作用哈。那中老年朋友們要注意，如果您的頭暈、手麻和脖子活動的關係不大，或者說伴有說話不清，或者我們感到咱們半邊的這個身體沒有力量，首先呢要排除心腦血管等問題，趕緊看神經內科或者急診。那麼在排除了以上這些更緊急的危險之後，再針對我們頸椎進行調理。劉醫生在這裡我特別想替咱們廣大的中老年朋友請教您一個問題：我們在頸椎的日常保養上有沒有不同於年輕人的特別的建議呢？中老年的頸椎保養核心原則是保穩定，防跌倒，要溫和，強化肌肉肌力比年輕人更需要堅持做這種溫和的頸椎的肌肉鍛鍊，不像年輕人做健身一樣比較暴力。比如說我後面教的動作，給已經老化了這個頸椎提供一個穩固的肌肉支架。還有一個就是姿勢的一些管理，避免着所有的突然暴力的這種转頸動作。看電視最好以這個背靠這個椅背，別在沙發上歪着個頭睡着。一個姿勢老不動也不行。還有一個就是种种的嚴防這個跌倒。跌倒走路不穩，既是這個頸椎的一個症狀，也是一個跌倒的一個。有的老人跌倒也不是因為路滑或者上廁所，就是因為頭暈，猛地一起頭暈了。所以說家裡衛生間要防滑，過道別把這些東西雜物了，保持這個視線了比較乾淨，光線了明亮。下邊就是謹慎一些理療不要盲目的去好多是老了我按摩吧，是做個針灸了，或者做個正骨了，或者牽引了。尤其是這種嚴重的這種老人這個骨質增生、椎管狹窄的，還有提到這個骨質疏鬆的這個人，不恰當的這種暴力這種扭轉，就是這種按摩呢，可能造成二次損傷。所以任何治療前诊斷是第一位的。